这节课呢，我要继续往下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啊。划归的思想，第10个知识点就是划归的思想来解决抛物线当中的笔直的这种问题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例题1。例题1呢，已知点 A 的坐标，还知道了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。我们先画图。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。画抛物线，无论题中有没有要求，我们都要画准线，所以它是交点 F。它的准线呢，这是标准方程 ，F 的坐标是2/P 逗0，所以它是 x 等于负的2/P。射线 FA， 点 A 的坐标是0逗2，它是 y 轴上的一个点，点 A 的坐标是0逗2。FA 我要把它连上。射线 FA 与抛物线交于点 M， 显然它是点 M。射线我还要继续延长，它和抛物线的准线交于点 N。如果 FM 是这样一段 ，FM 比上 MN 等于根号5比5，那么让我求这个 P 的值。所以我这个时候怎么考虑呢？我当然要转化。老师说过，凡是给了抛物线上的点，它到交点的距离一定要转化成它到准线的距离。所以我经过点 M 向准线做垂线，比如说这个垂足我用 K 来表示，那么 MF 它就等于 MK， 所以上边的这个比值 FM 我就把它转化成 MK， 然后再比上 MN， 它就等于我分子有理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让这个数变得简单一点，分子分母都乘以根号5，根号5乘以根号5是5和它约了，所以就剩下根号1/5。MK 是这个 ，MN 是这个，这是垂直的，所以在这个 RT 三角形 MNK 当中，在 RT 三角形 MNK 当中，由于 MK 比上 MN 是1比根号5，所以我就可以设 MK 的长就等于 T 折 MN 的长呢，它就等于根号5T， 所以它是 T，MN 就是根号5T。在直角三角形当中，我就能够求出 NK 的长，根号5T 的方减去 T 的方是4T 方，一开根号，显然 NK 我就求出来了，它是等于2T 的。我求这个有用吗？当然有用了，因为我要求 P， 我要求一个未知数的值，我就需要等式，需要方程。那我还能有什么呀？我就只能表达斜率。你看，这个是它的倾斜角。所以当我知道这3条边以后，我就会得到这个角，比如说我们把它叫阿尔法角。所以在 RT 三角形 MNK 当中，那么弹进它阿尔法，它就等于对比邻 2T 比上 T， 它就等于2。那么阿尔法，你看2条平行线被第3条直线所截，2条平行线被第3条直线，2条平行线被第3条直线所截，这个角它就是阿尔法了。显然这条直线的倾斜角，它就变成了派减阿尔法。点 A 是个具体的点，我要用点 F， 这里边还有坐标里边还有 P， 所以我要用。那么由于
KAF， 它是等于弹进的派减阿尔法，派减阿尔法是这条射线的倾斜角，弹进的派减阿尔法它是等于负的弹进的阿尔法，弹进的阿尔法的值我们求完了，所以它就是-2。那么 A 点知道 ，F 点知道，它的斜率还可以用纵坐标之差，它还可以用纵坐标之差2减0除以横坐标之差0减2/p 来表示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得到了用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表示斜率，用倾斜角的正切值表示斜率，它们都是斜率，所以我就得到了关于 p 的方程。这个0就不要了，这个也不要了，负号呢也就约掉了啊，2呢也约掉了，它变1，它变1，把2/p 乘过来，所以我们得到2/p 是等于1的，于是呢 p 就找到了， p 就等于2。那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啊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划归的思想，然后用它来解决这种比值的问题。既然你给我比值了，说明呢就在给我边儿之间的关系。你既然给我这2条边儿之间的关系了，那我就可以把另一条边儿也找到。这样的3条边儿都知道了，那它肯定和角的正切值、正弦余弦有关。我要的是正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把它转化成斜率的样子，所以这样就顺利的解决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一道题我在擦黑板的时候，大家就赶紧看下一道题。下一道题它是这个样子的一只抛线 y 方等于 2px， 依然是开口朝右的抛线，给的我们还是标准方程。我先把图画出来，开口朝右的抛线，它的焦点是 F， 画抛线，养成习惯画准线。题中有没有要求我们都画。他说直线 M 与抛线交于 AB 2个点。一只抛线的焦点，直线 M 它并没有说直线 M 过焦点，它提到焦点是 F， 的确，但是说它直线 M 与抛线交于2个点，它并没有提到 M 直线经过焦点，所以呢，我不要做的特殊，我要随便的做一条，这条就是直线 M。它和抛线交于 AB 2个点，是这样的2个点。那么 AF 接着往下读题，它和 BF 是垂直的我们应该把题通读一遍，然后再画图就更好。好在呢，我们把它画在这儿了，我不用重画了，它就是直角。这个 F 我把它标在上边，看起来更干净一点。好，接着看 AF 垂直 BF， 线段 AB 的终点，这是线段 AB， 它的终点我找一下，它的终点是 M。 好，这个就是终点，这段等于这段。过点 M， 点 M 在这儿，做抛线析的准线的垂线，所以我经过点 M 这个 F 我给它写在这儿吧。经过点 M 做抛线准线的垂线，垂足为 N，A
AB 是这段线，它比上 MN 是这样一段，让我求这对比值的最小值，不是比值的值，而是比值的最小值。那我要怎么考虑呢？不管怎么样，你说什么我就表达什么啊。我怎么来表达像 AB， 它 A 是抛线上的点， B 是抛线上的点，所以我当然要把抛线上的点到焦点的距离转化成它到准线的距离，抛线上的点到焦点的距离转化成到准线的距离。那么 MN 我现在要表达 AB， AB 呢是存在于直角三角形当中的， AB 是存在于这个直角三角形当中的。我为了计算方便，所以我给它们取值，我设 AF 的长等于 A，AF 的长等于 A， 它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 ，AA 撇也是 A。那我再设 BF 的长等于 B 啊，设它等于 B， 那么我在说话的时候，我用一个字母就比较方便，所以 BB 撇它也等于 B。那么 MN 是啥呢？由于 AA 撇垂直于准线 ，MN 垂直准线 ，BB 撇垂直准线，三条平行线啊，截线段是成比例的。既然 M 是 AB 的终点，显然 N 就是 A 撇 B 撇的终点。那么 MN 就是中位线，所以我要表达 MN 它是中位线，它等于上底加下底的一半。也就是2/2 A 加 B，MN 我就找到了。那么 AB 呢？我就在这个 RT 三角形当中，在 RT 三角形 AFB 中 ，AFB 当中 ，A 边知道 ，B 边知道，要求 AB， 显然 AB 它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加 B 方。题中说什么我就表达什么 ，AB 我也找到了 ，MN 我也找到了。此时啊 ，AB 除以 MN， 它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加 B 方除以2/2 A 加 B 乘以 A 加 B 分之2，所以我就把2翻上去了。好，我到这儿呢，我第一没求出来值。第二呢，它让我求的是最值、最小值。一提到最大值、最小值，只要提到最值，我们就要想到什么？均值不等式。那均值不等式啊，以前我们学过，任何两个正数的和 A 加 B 是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 AB 的。可是呢，我目测一下这个，啊，好像是第一我没有 A 乘 B 的定值，那么上边呢，我又不能一个式子当中我用两次均值，这不可以的，所以我直接用 A 加 B 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 AB， 这个不行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可以这样的A 加 B 这个上下还得约分，我要的是值，是常数，所以呢，我再给大家推一下。因为我们知道 A 方加 B 方任何两个正数的平方，它一定是大于等于 2AB 的，这个我们是知道的。接下来呢，我给两边同时加上个 A 方 B 方，所以对于左边来说呢，它就变成了2倍的 A 方加 B 方，右边呢也加个 A 方加 B 方，它就变成了 A 加 B 括号的平方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我给这个基本不等式，也就是真理型的不等式，在它的基础上给左边加个 A 方 B 方，那就变成2个 A 方加2个 B 方，给右边也加个 A 方 B 方，A 方加 B 方再加 2AB 就配成了完全平方的样子。
所以我们得到啥了呢？所以我们就得到 a 方加，我需要一个2倍的，我就不用在这儿除了，可以，那我就动一下这个式子，我 a 方加 b 方需要一个2倍，那么我就把它变成2移到里边变成4呢变成2乘以2倍的 a 方加 b 方，然后下边呢就是 a 加 b， 把2移到根号里边变成4倍的我给它拆分开变成2乘以2倍的它，所以我接着上边呢这个2单独根号2放一边儿，然后里边呢就是2倍的 a 方加 b 方，下边呢就是 a 加 b。 好，这个时候我就要应用，它们都是正数，所以我就可以两边直接开方，根号下2倍的 a 方加 b 方，它是大于等于根号下 a 加 b， 就是 a 加 b， 因为 a 和 b 都是正数，所以这个式子它就大于等于分母是 a 加 b 不动，根号2和它没有关系，根号下2倍的 a 方加 b 方是大于等于 a 加 b 的，我只是把它大于等于 a 加 b 把它换了，它是比它大的，其他的都不动，所以整个这个式子大于等于这个 a 加 b 显然就约掉了，它就等于根号2。那么它的比值的最小值都比根号2大，等于根号2的时候，显然就是它的最小值。在这道题当中我们在使用它不是常规的那个，教材上就给了我们一个 a 加 b 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 ab，a 方加 b 方大于等于 2ab， 我们呢又把它拓展了一下，在基本不等式的基础上，左右两边都加 a 方 b 方了，右边一配方就出现分母的样子，左边呢依然保留了分子的样子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种关系。那这道题的关键这也是一个关键点。好，这是第2题。接下来我们再做一道题，大家看一下。下面的这道题呢，依然是比值的这种形式。下边的这道题它依然是比值的形式，涉及到的抛物线呢依然是开口朝右的标准的抛物线方程。我呢还是先把图画出来，开口朝右的抛物线它是这个样子的，过焦点 F， 这是焦点 F， 画抛物线立刻画准线养成习惯。过焦点 F 倾斜角是60度的直线，好吧，陡峭一点给我倾斜角是60度。这条直线 L 交抛物线西于 A、B 两个点，这是点 A， 这是点 B。AF 是大于 BF 的，果然 AF 长一点，它是交半径 ，BF 也是交半径，它稍微短一点。那么题中说 AF 比上 BF， 只要提到抛物线上的点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当然要转化AF、BF。由于它给我倾斜角了，
我先表达一下这条直线的方程，因为倾斜角给我了，所以 KL 直线 L 的斜率就是tangent 60度，tangent 60度它是根号3。点 F 的坐标显然就是2/p逗0，我又有点又有斜率，所以直线 L 的方程我就能写，所以直线 L 的方程为 y 减0等于 k 倍的根号3倍的 x 减去2/p。点斜式，我把直线方程写出来了。老师说，只要提到直线和抛物线和匀理曲线相交，我们就把它联立。所以 y 等于根号3倍的 x 减去2/p， 它和 y 方等于2px， 我们就联立。联立之后，消谁方便我们就消谁，那我们就消 y 啊。消 y 得，我们需要在草纸上写过程，直接消完得到的结果放在这儿，好吧？我在这儿写一下过程。y 方就是3倍的 x 减去2/p 的方，它等于2px。3x 方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，2就没了，再乘以它，那就是 3px。加上4/p 方，再乘以3呢，是4/3p 方，然后减去2px等于0。x 方的项就是它。我不喜欢分母，所以呢，每一项我都乘以4。12x 方，这是-3、-2、-5，乘以4呢，-20px， 加上3p 的平方等于0，所以得12x 方减20px加上3p 的平方等于0。我只要最后的结果，这些需要在草纸上进行，所以我们就不要了啊，要写关键步骤。我得到这个以后，当然开始伟答。所以 x1 加 x2 负的 a/b，12/20用4约，4 31 42 15 20。x1 乘以 x2 等于 a/c， 4/p 方，12/3p 方，4/p 方，所以 x1 加 x2，x1 乘以 x2 我们都知道了。题中让我求的是 AF 比上 BF。AF 是啥呀？交半径啊。点 A 的坐标是 x1y1， 点 B 的坐标设为 x2y2。经过点 A 向准线做垂线，垂主是 A 撇；经过点 B 向准线做垂线，垂主是 B 撇。那么 AF 显然等于 AA 撇，这是2/p 个单位。这一小段呢，恰好是横坐标 x1 所对应的，所以 AA 撇也就是 AF， 它就等于 x1 加上2/p 交半径的公式，所以 AF 它其实就等于 x1 加上2/p。同样道理 BF 呢，它显然就等于 x2 加上2/p。所以两个交半径啊，我都把它表示出来了。那么它俩的比值呢 ？AF 比上 BF 就等于 x1 加上2/p 比上 x2 加上2/p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啊，上一个式子我伟答我得到的是这个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俩根求出来呢？因为我现在没有 x1 加 x2 的形，它们俩分别在分子和分母出现了，所以我想把 x1 x2
各自都求出来啊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看这个方程，看它能不能使之相乘。我们试一下啊，3是1是2，26呢1是2，3、6、1是8，负3、负1，好，26、1是2，负3、负1正3，负18、负2、负20，恰好是中间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分解成2x 减3p乘以6x 减p等于0，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，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，所以2x 等于3p，那么 x1就等于3/2，这个式子等于0呢，或6x2等于 p， 所以 x2呢它就等于6/p， 我们只需要把它带进来就可以了。一个是2/3p 加上2/p 除以 x2， 我们看啊 ，AF 比上和比 FB 长，意味着尤其是再结合倾斜角是60度 ，x1 大 ，x2 一定是小的。x 到底谁是 x1 x2？ 看谁大，2/3p 大，所以它就是 x1， 它呢6/p 小，所以它就是 x2啊，我们写的完全正确，所以它是6/p 加上2/p。p 提出来约掉了 ，p 提出来，上下约掉了，1/6加上3/3， 6/4是3/2，2/3加2/1， 2/4就是2，2除以3/2乘以2/3， 2约掉了，最后结果就是3，所以它们俩的比值就等于3。好。这一小节呢，我给大家讲了用划归的思想来解决比值的问题啊。我给大家讲了3大小题，其中第2道题呢，对均值不等式常规的均值不等式进行了改造，便获得了新的不等关系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，下节课呢，我要继续往下给大家讲下一个知识点。